今天爱宝带娃时，又差点给瑞宝摔迷糊。瑞宝原本正在饮水盆前喝水，喝完水的瑞宝没事干，走去了妈妈身边，想着跟妈妈来一场甜蜜的爱的贴贴。瑞宝这里没走小木床，直接抱着树干就爬了上去。瑞宝此时感觉自己打开了新的上树方式，而且感觉自己此时力量爆棚。瑞宝来到滑梯上后，连爱宝都不服了，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，爱宝和辉宝一起上，自己都能完胜他们。瑞宝给爱宝摁在身下，不仅如此，还要在爱宝头上踩上一脚。我看瑞宝真是忘记大小王了，大门都没出过50米的年纪，居然敢挑衅爱宝的地位。爱宝站起身，一把就给瑞宝从树上薅了下来，而一旁的辉宝只顾着吃竹子。对于正在挨揍的姐姐，辉宝丝毫不在意，因为辉宝之前就是这么过来的。重新爬起来的瑞宝再次爬到了树上，此时瑞宝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超雄症一会儿会给自己害得多惨。瑞宝爬到树上后根本不消停，还想来个倒立，以为妈妈在下边接着自己就不会掉下去，但爱宝并没有管，而且还补了一巴掌。谁让瑞宝刚才折腾自己来着？爱宝不想跟瑞宝继续折腾了，爱宝选择了远离瑞宝，来到了辉宝这里，跟辉宝在小床上吃起了竹子。今天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在小泳池里放了一点水，姐妹俩闻着味儿找了过来。姐妹俩在这点小水渍里面玩得很是开心，虽然身上弄得湿漉漉的，但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。这样也相当于洗了个澡。一会儿爷爷拿来毛巾给其擦干，脏兮兮的姐妹俩就会重新变得白净。双胞胎晚上下班回家，爷爷正在给其冲奶粉，而此时的爱宝也等不及了，发出声音表示让奶爸赶紧送竹子过来。一会儿姐妹俩吃完盆奶，在小床上玩耍了起来。辉宝躺在小木床上，脚上还踩着姐姐的头。瑞宝已经被辉宝挤到即将要掉下床的地步了，瑞宝小脚紧紧蹬着栅栏，防止自己真的掉下去。第二天姐妹俩上班营业，姐妹俩今天的心情明显不高，小年纪便已经讨厌上了上班的感觉。爷爷走上前哄着姐妹俩，表示让其出来玩一会儿。在爷爷的哄劝下，瑞宝跟着爷爷跑了出来。瑞宝今天的状态更亢奋一些，追着爷爷四处跑。而今天的辉宝则又变得娇羞起来，躲在通道门后面，爷爷怎么哄都哄不出来了。每次爷爷以为辉宝就要出来时，辉宝就又转头走了回去。爷爷掏出秘密武器，把自己的皮靴脱了下来。爷爷将皮靴丢给辉宝，想用皮靴引诱辉宝出来，但辉宝一直在注视着通道门里面的景象，迟迟不想出门。爷爷拿着皮靴来回摇晃，不断吸引着辉宝的注意力。在爷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辉宝总算注意到了爷爷的皮靴。辉宝来到皮靴前玩耍，爷爷拿着皮靴想引诱辉宝来到室内场地，但聪明的辉宝明显不上当，甚至还给爷爷的皮靴拖到了通道门里面。辉宝想在通道门里面玩耍，宋爷爷来回跑来跑去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，心想只能上科技了。宋爷爷给辉宝引出来后给闸放了下来，通道门关上了。这下辉宝想回也回不去了，但是辉宝今天的营业状态全靠爷爷的皮靴支撑着。爷爷给皮靴拿走，辉宝就不高兴，爷爷只好将皮靴给辉宝，让其玩耍。一会儿不远处的瑞宝也跑了过来，瑞宝和辉宝上演了一场小皮靴抢夺战，谁也不想给谁。早上爱宝正在园区吃早饭，瑞宝、辉宝正在园区各自玩耍着。爱宝吃饱后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辉宝则又爬上了福宝姐姐上树用的独木桥。爱宝早饭过后回家休息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替爱宝带娃。江爷爷站在滑梯上逗瑞宝玩滑梯，江爷爷率先滑了下去，让瑞宝跟上自己。瑞宝连跑带滑的溜了下来，接着江爷爷2个小碎步又跑了上去。瑞宝现在腿稍微有点短，半天跟不上爷爷的步伐，但瑞宝想和爷爷一样反向爬滑梯。瑞宝想直接从滑梯的中间爬上去，瑞宝一顿折腾还真的成功了。聪明的瑞宝小手一边抓着滑梯，一旁小腿努力的往上攀登。就在瑞宝马上成功登顶时，江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，给瑞宝又推了下去。江爷爷什么时候跟宋3岁一样了？指定是宋3岁带的。滑下去的瑞宝不再从小滑梯上往上爬，而是改道爬到了小木床上。等瑞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江爷爷又下去了。瑞宝被爷爷逗得气喘吁吁的，走路都不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开始一起在江爷爷身边环绕，辉宝给爷爷撵到了独木桥上。瑞宝看到后立马从滑梯上滑了下来，也过来和爷爷玩。辉宝看到姐姐跟爷爷玩后，高冷的去到了一旁的小亭子上。而江爷爷看到辉宝跑走后，开始在独木桥上呼喊着挥挥挥，再次给辉宝吸引了回来。辉宝通过独木桥走向爷爷，虽然辉宝现在走独木桥还不是很稳，但安全意识很足，每次要摔倒时就立马趴下抱住独木桥，
不过也有来不及的时候。而瑞宝自从体验过滑梯的正确打开方式后，似乎喜欢上了玩滑梯的感觉。姐妹俩玩转着园区的各个角落，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趴着，辉宝在小亭子上面，瑞宝则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给自己摔来摔去。瑞宝从爬梯上摔下去后，小表情依旧不失可爱，姐妹俩相互陪伴，互相玩耍着，尽显岁月静好。辉宝真是可爱，爷爷一叫辉宝就倒。爷爷表示，辉宝摔到了妈妈的屁股下面，辉宝如果不快点坐起来的话，可能会被妈妈压扁。这给辉宝吓得立马起身爬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到了2只熊猫宝宝的吃饭时间，辉宝和瑞宝趴在妈妈的肚子上吃着奶。此时爱宝的肚子就像是辉宝和瑞宝的小餐桌，辉宝吃奶很是安静，像是睡着了一样，而瑞宝吃饭则是东倒西歪的挑选着吃。瑞宝和辉宝吃着吃着，忽然听到了一声巨响，是爱宝放屁了。瑞宝似乎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声音，或者闻到什么气味，抬起头询问妈妈怎么回事。瑞宝好像被妈妈的屁熏晕了，而紧接着辉宝也不吃了。爱宝有点尴尬，不想给辉宝和瑞宝喂奶了，走到一旁去睡觉。辉宝很懂事，没有去给妈妈添乱，而瑞宝没有眼力劲儿的往妈妈身边爬去，直接爬到了妈妈的身上，给妈妈压在了身下。爷爷在一旁对瑞宝说，让瑞宝乖一点，让妈妈好好休息一下。而辉宝为了让妈妈好好休息，给姐姐压到身下，就给其揍了一顿，表示让姐姐懂点事儿，乖一点。宋爷爷看瑞宝和辉宝刚才没有吃饱，便又拿来奶粉给辉宝喂食。辉宝吃完奶后不想抬头，像是要给盆里的奶全部舔干净，一滴也不想浪费。一会儿到瑞宝吃奶了，瑞宝没有了刚才吃妈妈奶水时的调皮，而是一直埋头炫奶，一直没有抬头。爷爷夸瑞宝的眼睛天真无邪，很漂亮。而现在辉宝和瑞宝这个状态，想必已经可以去室外玩耍了吧？姨姨们都开始期待，爷爷们手忙脚乱收熊的样子了。我家一到下班点，寂静的园区就会传来宋3岁的叫喊声。现在这个声音对瑞宝、辉宝来说，已经成了一个可以吃到小苹果的信号了。瑞宝、辉宝一听到宋3岁的声音，就跑回家去吃宋3岁手里的苹果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宋3岁发现，与其给爱宝好处让爱宝收熊，还不如将好处直接给当事人。自那之后，爱宝下班时就没有了额外的小零食了，小零食都均分到了瑞宝和辉宝这里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爱宝会跟奶爸闹情绪，瑞宝、辉宝都回家了，爱宝还不回去。这样一来，爱宝对于回家越来越随意了。今天宋3岁开始在园区呼喊瑞宝、辉宝时，瑞宝先跑回了家，而爱宝此时突然想产青团了。爱宝不慌不忙的坐在小亭子边上蹲下，就开始产青团。等爱宝舒舒服服解决完自己的内需后，这才向通道门走去。而辉宝这里在妈妈和姐姐都回去后，也从树上下来了。不过宋3岁这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，想必隔壁的老虎园区都能听见了，一声声辉宝飘荡在空中。不过咱辉宝这里的脚步丝毫没有受其影响，始终都是不慌不忙的，这一点和爱宝、乐宝很像，坦然面对一切，尤其是对待宋3岁，根本不拿宋3岁当回事儿。能听到宋3岁的声音后往家走，这已是宝家成员给宋3岁最大的面子了。瑞宝、辉宝回家后，熊猫世界便只剩下乐宝了。对于乐宝，宋3岁至今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新办法，只能不断呼喊乐宝名字，让乐宝一点点变得厌烦，然后乐宝自己就会下来了。宋3岁别的方面不清楚，但折磨人这块儿，宋3岁还没输过。